黑人大姐取出一辈子积蓄，决定要去小城市当一把富婆。可是第一次坐飞机就遭到前排白人故意的挤压，她原本不想计较，谁料对方却恶人先告状，反咬自己跟他作对。一旁的空姐也是不分青红皂白，劝说大姐让出点空间。可是听到这话，大姐瞬间就不乐意了，直截了当的指出航空公司为了敛财，故意把座位设计的这么拥挤。周围的乘客都纷纷表示赞同，但唯独乘务长最看不惯像大姐这样坐经济舱又事儿多的穷人，嘲讽她没有钱就别挑3拣4，有能耐就升级去头等舱。How much is it? Beg your pardon? How much for the damn cocoon? 果然多花了钱就是不一样，不仅被好吃好喝的伺候，就连空姐的态度都发生了2极反转。可令谁也没想到的是，就是这次疯狂挥霍的旅行将彻底改变他的一生。吃饱喝足的乔治亚走出机场，却发现等车队伍大排长龙。就在这时，墙上的宣传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大姐毫不犹豫打了个滴滴飞机。这前所未有的体验让出身底层的他激动不已，漫山银装素裹的雪国风光也被女人尽收眼底。仅仅过了半个小时，就飞到了预定的5星级酒店楼顶。虽然酒店住客有不少社会名流，但大姐如此高调的行为还是引起了人们猜测她的身份。All I know, Senator, is that the last time someone arrived by helicopter, it was Elton John. Sir Elton John. 可刚一进大厅，女人瞬间就傻眼了。放眼望去，不是阿拉伯的石油大亨，就是各界社会精英，甚至还看到自己打工的集团董事长带着小秘书一起度假游玩，而唯独自己一人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厨具销售员。虽然业绩做得遥遥领先，但是10年来薪水始终没有上涨过，面对老板画的大饼，也从来不敢奢求会被兑现。每月就领着固定的工资，费尽心思的用各种优惠券省钱，只为了攒钱完成自己计划的愿望清单。可不幸的是，医生查出他患有绝症，为了以防误判，又进行了2次检查，甚至还请来专家诊断，可最终结果还是一模一样。专家告知女人，她只剩不到3周的生命。 What? Like I'm gonna die? 然而更大的坏消息是，对于这个病医保也无法使用，意味着乔治亚要独自承担几百万的高额治疗费用。突如其来的噩耗犹如晴天霹雳，让勤俭节约半辈子的乔治亚彻底崩溃。可曾经列在愿望簿上的梦想，一个也没有实现。最喜欢的旅游地没有去过，最爱的美食也没有品尝，就连结婚照都是手动 PS 的。于是大姐毅然决然炒掉压榨她的老板，决定给自己一个最后的假期。由于打飞的缘故，乔治亚提早了2小时抵达了酒店。前台小妹表示，她订的房间还没收拾出来，而现在的空房间只剩下总统套房，房费1晚高达4000美金。 Did you see me play? 他接受了体贴至微的服务，也学着有钱人的样子给小费。可是刚一出手，就把门童给吓坏了。不知大姐是何方神圣，出手竟如此阔绰。门童最终也只敢收下1张钞票，将其余的全都还了回去。随后乔治亚缓缓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美丽的景色，他不禁开始感慨，自己前半生都过的什么日子啊！临死前才知道享受生活，于是他便开始疯狂体验酒店里的各种富人专属的奇特护理项目，不但用上电击棒护肤驱皱，还拿出比头更大的鹅卵石热敷，甚至还有树枝抽打按摩。虽然不是很理解这种做法，但还是硬着头皮体验了一遍。在尽情畅想了所有项目之后，又萌生出要改变外形的念头。于是乔治亚走进一家高档的女装店，让店员给她搭配一套时兴的造型。高档的衣服就是与众不同，即便是平凡无奇的女人，也能瞬间被赋予雍容华贵，或是仿若国际超模走秀般的非凡气质。众多的款式让乔治亚挑花了眼，最后还是在满地的华服中挑选了一件稍显低调的红礼服，来到酒店餐厅就餐。出于对美食的热爱，他毫不犹豫地把菜全点了一遍，而且没有对主厨的菜品提任何自己的特殊要求。相比之下，一旁的富人们却显得格外的挑剔，不仅提了各种特殊要求，还点名要明星主厨亲自动手。面对各种奇怪刁钻的要求，瞬间让主厨感到气愤。 No butter, no cream, no whipped, no dairy, no fat. Eh merde! Why do they bother to eat? 然而当他收到乔治亚的菜单时，刚刚的怒火瞬间被浇灭。主厨第一次见到如此尊重他菜品的顾客，于是他做了个破天荒的决定，要亲自下厨给贵客烹饪。片刻之后，满满的一桌美食上齐。不仅如此，还有主厨亲自接待，二人像是遇到知己一般，尽情地畅聊关于美食的见解。然而这一幕幕都被旁边的富豪们看在眼里，纷纷开始猜测女人的身份。以主厨那著名的声望，是不可能热情接待一个普通妇人的。可令富豪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乔治亚竟是自己百货集团下一个小小的厨具销售员。他只是出于对美食的热爱，不曾想竟引起了富豪们的误会，更让一旁的议员笃定他是个隐藏贵妇。于是他在晚宴过后主动靠近乔治亚，希望能与其交个朋友。不过二人交谈的这一幕恰好被刚洗完澡的富豪看见，他不得不怀疑对方是隐藏的竞争对手，专门来破坏他与议员的商业合作的。于是派秘书打探清楚他的身份。第二天，乔治亚在享受按摩的同时，秘书也来到了这里偷听。可是由于按摩师下手过重，女孩瞬间就破口大骂，这让一旁的乔治亚看不下去了。同为底层人民的他，立马站出来为按摩师出头，
You got tension in your neck because you keep going down on Mr. Cregan, and he's a married man. At least this poor lady trying to work it out of here. Don't take it out on Brigitte. 秘书被大姐怼得哑口无言，心里也产生了不小的愧疚。于是女孩主动找到乔治亚谈心，说自己也是被逼无奈，她没有过人的本领，只能靠美貌换取资源。不过她相信富豪会离婚娶她。乔治亚劝她别傻了，对于富豪而言，她的美貌不值一提，随时都可以换个情人，何必在一个利用你的人身上纠缠？ You just need to leave him. If I leave him, I'll have to quit my job. Well, then you go back to school. 经过这次谈心，虽然不知道女孩是否就此悬崖勒马，但是回去以后，她明显对富豪不再言听计从了。女孩坚决地回答，乔治亚只是个在享受旅行的游客，别一肚子坏水地猜测他人。可富豪就是打心底里看不惯抢他风头的女人。就在当晚，议员又邀请乔治亚共进晚餐，虽然富豪十分排斥，但看着议员的面子也乖巧地闭上了嘴。不料下一秒，服务生前来告诉乔治亚，主厨已经亲自为他准备了一桌丰盛的佳肴。大姐也顺势邀请议员一起，就这样，所有人都跟着乔治亚沾光，唯独富豪孤零零地独坐一桌，听着对面传来的欢声笑语。显然，所有人都被乔治亚的人格魅力所感染。富豪只能厚着脸皮搬来小板凳，并邀请一旁的议员们明天去参观他的玻璃工厂。然而，当得知乔治亚计划去翼装飞行时，大家都被大姐所吸引。Well, I hear it's a completely liberating experience. That is a great idea. Let's Better do than it. some glass factory. 被抢了风头的富豪自然不乐意，连忙向他发起挑战，势必要稳固自己的地位。可是隔天二人身临其境时，都被吓得不敢动弹。不过乔治亚如今已看淡生死，在教练发出一声指令后，便毅然决然地一跃而下。可是轮到富豪时，他却打起了退堂鼓。即使面对山上同伴们的鼓励，他依旧不停地借口装备不安全，甚至直接翻越围栏逃跑。这次比赛让他丢足了面子，于是回到酒店，就给乔治亚的套房管家塞了笔钱，请求他查查对方的相关底细。紧接着就和议员们邀请乔治亚一起去赌场玩玩。看着大家的热情，女人也不好意思拒绝，于是表示自己先回房间换身衣服。乔治亚几乎完成所有愿望，唯一一点就是没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不过已经没有时间了，只能给对方留下一份遗书。而他不知道的是，男人早已知道大姐的病情，担心对方的安全，于是肖恩已经踏上了寻找她的旅途。或许命运偏偏就是喜欢捉弄人，不仅仅是针对爱情，就连将死的乔治亚到了赌场，也被赋予了无与伦比的好运。第一次下注他就压下全部筹码，没想到竟真的中奖，往后随便压哪个号码都能精准命中。 Great. Now you changed my luck for the better? 想不到上天竟如此玩弄他，不过却开心了跟着下注的议员们纷纷赚得盆满钵满，只有始终和他对着干的富豪独自一人承受了所有。最后统计光乔治亚自己赢得的筹码都有足足200万。然而等他回到套房，往日一脸严肃的管家竟突然转换了态度，变得十分友善。乔治亚非常不解，心想莫不是知道了自己赢钱了，才露出这般模样。可是管家突然的一个拥抱，才让他明白了一切。原来管家帮富豪调查，发现了他的工作证，同样也找到了他留下的遗书。一瞬间，强烈的愧疚感笼罩了全身。他向乔治亚坦白了一切，并请求对方的原谅。不过大姐并没有怪罪，反而很高兴有第二个人知道了这个秘密。随后管家问他，生命最后的时间不应该陪在爱人的身边吗？ Yeah,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at myself. One in particular. It's time I go home and find him. 第二天，乔治亚坐上了返程的车，可是半路遇上雪崩封路，看来又是命运的安排，上天扼杀了他与肖恩见面的希望。可乔治亚不知道的是，就在积雪的后面，那个男人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由于这场雪崩，还有更多的人被困在酒店，后厨因此忙成了一锅粥。想不到乔治亚竟主动过来帮忙，看见女人这么开心的烹饪，主厨却一脸的惆怅，说他非常欣赏乔治亚乐观的态度。大姐瞬间意识到了，管家将她的事告诉了主厨。 I'm so sorry. Let's not say anything, all right? Let's just cook. The onions, they make me cry. 随后主厨也被乔治亚的态度感染，二人尽情地享受做菜的过程。很快丰盛的跨年晚宴就准备就绪，主厨当着所有来宾感谢了乔治亚做出的贡献。随后他回去换了身礼服，坦然地接受了这一切，即使见不到肖恩也知足了。又有谁的人生没有遗憾呢？然而他刚回到宴会上，富豪又站了起来，原来他还是通过公司查到了女人的身份，于是当着众议员的面揭穿乔治亚假装贵妇骗人，背地里只是一个3万年薪的厨具销售。不过乔治亚却非常坦然地站起，承认自己就是富豪的一个小雇员。一旁的主厨还试图阻止他继续，可却被富豪打断，坚持要他解释清楚。而乔治亚也终于有机会当众说出憋在心里的秘密。 I just came here to blow every last cent of my money. You see, I'm gonna die. Georgia, please. Oh, it's okay. It's okay. 他毫无保留地讲述了自己的病和来这里的目的。之所以没有提前告知，只是怕影响了大家的心情。乔治亚举杯祝福众人后转身离开，而富豪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遭到了众人的鄙视。
就连自己最爱的小秘书也清醒了。 And I'm gonna go back to school. And then one day, when you're wife, I'll only be too happy to help her figure out exactly how much that should be. 女孩最终也决定弃他而去。就在这一刻，富豪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干的不是人事，竟对一个将死之人做出了如此卑劣的事。于是没脸活下去的他，爬上了酒店的顶楼，独自在天台上喝着闷酒。乔治亚也闻讯赶来，战战兢兢地来到富豪身边坐下。他劝说对方有钱有时间，又有什么想不开的？自己作为一个将死之人，只会感慨时间不够用，如今带着遗憾走又多么的可惜。 What were you gonna do? I was gonna open me up a little restaurant. And of course, a husband. 聊到这里，富豪寻短见的念头彻底烟消云散，转头又八卦起她的男朋友是谁。可乔治亚表示对方也是他的员工，如今都快死了，还没向肖恩告白过。就在这时，广场上传来一声肖恩的呼唤，大姐还以为自己病情恶化，开始幻听了。不过在富豪的提醒下，她终于发现了楼下的男人。 Sea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Wait, I'm coming! 原来那场雪崩并没有让他放弃寻找乔治亚，即便在司机的劝阻下，肖恩还是毅然决然地徒步翻越雪山。乔治亚不停追问他为何出现在这里。此时的肖恩说出了内心真实的想法。 Georgia Bird, I want to be with you, whether it's for 5 minutes here on this ledge or 50 years. 面对心爱之人的表白，乔治亚高兴地和富豪窃窃私语，可下一秒又想起自己所剩不多的生命，于是开始抱怨起上天的不公。就在这时，管家也从窗口钻了出来，他带来一个好消息，医生发来了传真，告诉乔治亚并没有患上绝症，原来是医院的仪器故障，不管是谁都会检查出同样的病。 上天给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不仅归还了他生命，还把最爱的人送到了身边。这趟圆梦之旅无疑让他成了最大的赢家。之后他们回到原来的城市，和肖恩一起开了属于自己的餐厅。开业这天，主厨亲自助阵，朋友们也纷纷前来捧场。尽管乔治亚被误诊为绝症，但他面临最后时光时，并没有自怨自艾，而是以乐观积极的态度去迎接着最后的假期。他乐观的态度感染了身边所有人，也让自己收获了美满的爱情。